特朗普最后通牒，遭俄疯狂嘲讽。乌克兰喜提100亿美元武器援助，可远程打击莫斯科。普京笑纳50天大礼，开启疯狂进攻模式。267架无人机夜袭基辅。乌军导弹锁定克里姆林宫。自由军团杀入俄领土，怒吼为乌克兰血战。俄指挥部谎报战况，欺骗士兵冲锋。德法启动灭俄计划，北约对俄发开火警告。欧洲去俄化加速，与俄共设普京审判台。乌克兰废俄语，芬兰禁俄公民购房。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视频刚开始，先和大家讲个笑话。特朗普50天的最后通牒，在7月15日遭到俄外长拉夫罗夫的公开嘲笑。什么50天？之前的24小时、100天，俄罗斯都经历过，无所谓。同样想法的还有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他称特朗普的最后通牒是戏剧性的，强调俄罗斯不在乎。显然，俄罗斯这时认为可以继续戏耍特朗普，继续用谈判拖延停火，直至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当然，俄罗斯内部也有聪明人，懂得放烟雾弹。如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特朗普的最新声明非常严肃，克里姆林宫需要时间来分析讨论，且如有必要，普京会对此发表评论，主打一个谨慎对待。不过，佩斯科夫也提到，美国、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决定，并非什么和平信号，而是继续战争的信号。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俄罗斯这么嘲讽最后通牒，火力军为什么要说特朗普更喜欢普京呢？总不能是大总统有特殊癖好吧？其实，大家往特朗普为什么要把期限设为50天就能想明白。有分析说，这50天期限是特朗普在为普京争取的50天疯狂进攻期，以帮助普京拿下乌东4州。如据美国 Axios 平台披露，在7月3日，特朗普和普京通话中，普京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要在60天内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完全夺取乌东4州。而特朗普发布最后通牒时，恰恰是7月14日，距双方的通话过去10天。这10天加上承诺的50天，刚好60天，这是巧合吗？显然不是，完全可以当作特朗普继续鼓励俄罗斯蚕食更多乌克兰领土的直接佐证。而且特朗普本人也在7月15日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他虽然对普京感到失望，但他与普京的关系尚未结束。之后，政客网援引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的消息披露称，尽管特朗普向乌克兰提供比以往更多的援助，但特朗普仍然相信俄罗斯最终会赢得战争，称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拥有更多资源、军队、经济、人员，最终会在战场上带来成果。另外，格雷厄姆此前提议的对俄制裁可是高达500%的关税，而在这项严厉制裁方案即将在参众两院审议之际，特朗普好巧不巧地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直接500%变100%，还推迟了50天。7月15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在特朗普表示愿意自行采取行动后，他将暂缓推进格雷厄姆提议的500%制裁法案。是否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取决于特朗普。因此，有越来越多人认为，特朗普又在按住俄罗斯，甚至觉得50天后美国实施制裁可能性不大。现在看过上述分析的朋友，你认为如果俄罗斯不停火，特朗普还会实施制裁吗？当然，特朗普虽然在等待俄罗斯获胜，甚至接下来50天俄军会肆意疯狂的进攻，但以如今俄军拉胯的战场表现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团结，俄罗斯的目标终究无法实现。更何况，最后通牒虽然充满戏剧性，但乌克兰确实获得实惠和援助。如今，北约秘书长吕特证实，乌克兰将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包括防空装备、导弹和弹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北约国家会立即提供其现有武器库的美国武器，然后从美国采购的武器来替换。而据 Axios 等媒体报道，乌克兰将获得超10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短程导弹、中程空导弹，甚至有可能有打击莫斯科等俄境内纵深目标的远程导弹。这些武器将立即从北约成员国发送，无需等待50天。目前，德国、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等国都将加入首批武器运送行列。另外，尽管对俄制裁被推迟50天，但泽连斯基还是与特朗普通了电话，感谢了其愿意支持乌克兰制止杀戮，建立持久公平和平的希望。毕竟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已经有了重大转变，从一毛不拔扣留拜登政府援助，指责泽连斯基忘恩负义，到向北约出售100亿美元的武器转交给乌克兰，特朗普有了很大进步。总之，按照火力军的理解，乌克兰和欧洲十分清楚特朗普的真实目的，现在主打一个不与特朗普直接翻脸，也不期待特朗普迅速发生180度转变，只希望能拉住特朗普，不快速倒向俄罗斯。而这50天的期间，若是俄罗斯无法取得重大突破，乌克兰实力就会进一步增强。
到时候特朗普将再次面临选择，是继续支持乌克兰，还是继续推迟对俄制裁。前线方向，这50天宽限期刚开始，俄军的袭击就来了。据基辅独立报报道，7月16日凌晨1点左右，爆炸震撼了乌克兰境内所有城市。报道称，俄军无人机再度袭向了乌克兰境内各地，与乌克兰防空部队展开了正面交火。乌克兰空军报告称，此轮袭击，俄军共发射大约200架进攻无人机和67架诱饵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则击落了其中178架，又用电子战系统压制了66架，但漏网之鱼仍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报告显示，这23架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7个未指明的地点，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则造成至少9个地区受损。如在哈尔科夫、州长奥列赫·基涅胡波夫报告说，短短20分钟内就至少发生了17起爆炸。该市基辅区的一家民用企业受损起火，只有3人受伤。又或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维里赫市，该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克·桑德尔·维库尔报告说，袭击造成大规模停电和至少1人受伤。俄军对乌克兰民众的打击本是特朗普宣布对俄重要声明的原因之一，但俄军继续袭击显然没把警告放在眼里。基辅独立报更是报告说，特朗普没有立刻对克里姆林宫实施制裁，而是给了莫斯科50天宽限期。很难不让人联想，这是想让俄罗斯继续轰炸乌克兰城市来实现战略目标。而且特朗普还在7月15日对记者说，他不认为50天很长。对于俄军的袭击，乌军自然没有坐以待毙，乌军也在全线进行了强有力反击。先是在空袭方面，7月15日，乌军无人机群袭击了包括莫斯科、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奥缪尔等多个地区。俄国防部称击落至少55架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但仍对俄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创。如据开源情报报道，7月15日夜间至16日凌晨，乌军无人机群袭向了莫斯科铁路枢纽区沃罗涅日，紧接着当地就持续传出了交火和爆炸声。俄方随后声称，在沃罗涅日上空击落了12架无人机，但在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中，却是沃罗涅日多地爆炸起火、冒黑烟。现在具体的战况还在确认中。此外，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无人机群之后还袭击了叶列茨的俄军机电厂，且至少有4架无人机击中目标，引发了不小的火灾。在前线陆地战场，乌军的反击更是有之过而无不及。据诺尔报告披露，俄罗斯3大反抗军之一的自由军团正在哈尔科夫的重镇沃夫昌斯克和俄军激战。流出的画面显示，俄自由军团在废墟的建筑群中不断向俄军开火，最终成功在穿插中突破了俄军防线。根据实时的动态地图显示，俄自由军团的士兵成功打下了俄军阵地，驻守俄军只能狼狈后撤。对此，俄罗斯官方并未做出回应，但总的来说，哈尔科夫的战事已趋于稳定。现在的战况，火力军莫名想到去年夏天俄军的风言风语，2周内完全控制此地，结果乌军还是成功反击，将俄军赶了出去。也是自那之后，尽管哈尔科夫还是冲突不断，但俄军至今都没能取得重大进展。至于反俄的自由军团，也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参加哈尔科夫的反击战，和乌军并肩战斗。他们和其他2支反抗军西伯利亚营和志愿兵团一样，长期都活跃在俄乌边境。当然，除哈尔科夫战场外，反抗军们还频繁出入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等边境地区，甚至曾一度建立了有效据点。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苏梅，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金德拉蒂夫卡定居点。这里虽在俄军炮火下完全摧毁，但乌军仍将其收复，且在战斗过程中继续使用无人战车。目前这里除了零星战斗外，就是等资金到位展开重建。顿涅茨克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第14独立坦克营正在打击赫里霍里夫卡的乌军阵地。托列茨克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在佩特里夫卡升起了旗帜。同时，俄国防部宣称，俄第1465摩托化步枪团占领了这里。但真实情况是，俄军虽然升起了旗帜，但该定居点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最新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明确显示，乌军第28旅的无人部队在该地区和托列茨克北部与俄军激战，并数次打退了俄军的装甲突袭。据被俘俄军交代，他们的上司欺骗他们，说俄罗斯已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现在俄军为了鼓舞士气，都开始骗士兵冲锋了吗？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些俄军事频道披露，继7月6日之后，乌军海马斯再次袭击了前线俄军的指挥系统。从流出的画面看，俄军临时据点的多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后勤仓库更是在袭击中被摧毁。红军村方向，俄乌双方继续展开激战，但战争研究所报道称，战线并未有确认进展。科斯特扬蒂尼夫卡方向，俄军则推进到拉齐涅西部，但矿区仍在乌克兰手里，双方仍在交战对峙。另外有消息称，前不久乌军第5装甲旅对俄军控制区发动了猛攻，
致使俄军所在的建筑群遭到轰炸。结合其他地区乌军的反击，就会发现，今年俄乌战场的一大变化就是乌军开始更多的发起类似的装甲攻势。总体看，红军村战局还是和乌东一样处于相持阶段。不过接下来50天时间，乌军应该做好迎接俄军疯狂袭击的准备。但火力军相信，随着北约重新加大对基辅的军援，前线的战况也将更加有利于乌克兰。在持续军援基辅的同时，欧洲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防御力量，并且直言要提前做好战争准备。如此前，欧洲第一大的鹿特丹港已经为北约的军事物资预留了码头，而现在，欧洲带头大哥之一的法国7月15日发布了2025年国家战略评估，明确指出俄罗斯是对法国、其盟友以及整个欧洲利益的最直接威胁。该文件概述了法国到2030年的国防重点，警告称法国领土可能成为大规模混合攻击的目标。该文件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在正文中提及俄罗斯超过80次，可见法国正在为2030年前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另一位带头大哥德国则被曝将在本土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据悉，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表示，德国将购买战斧和台风导弹系统，并计划于2026年部署在德国东部的发射场。这意味着德国将能从本土直接攻撕俄罗斯境内。皮斯托利斯在讲话中强硬地宣称，此举就是旨在消除莫斯科的威胁。上一期视频中，火力军曾说过，美国虽也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但一时半会儿可能难以实现。不过要是部署德国，那就容易多了。白宫也乐于和德国达成军售协议，毕竟对特朗普来说，这又是一项政绩和进账。且德国正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如今欧洲要从美国手中购买武器，再提供给基辅，德国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德国的军工技术正在进入基辅。如今乌克兰的国产导弹已开始步入量产阶段。火力军相信，等新一批北约武器装备抵达乌克兰后，莫斯科将迎来一场盛大的导弹洗礼。综合基辅独立报、自由欧洲的报道，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7月15日表示，欧盟国家即将就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达成协议。算数量，这已是第18轮制裁，只是过程依旧不顺利。据悉，拟议的制裁方案包括将石油价格上限从每桶60美元降至45美元，石油出口占俄罗斯政府收入的1/3。若是能成功实施，俄罗斯战争资金将受到重创。但该制裁方案想要通过，就必须获得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同意。不出意外，该制裁方案再次遭到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继续反对，因为他们都是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供应的接受国。与此同时，受俄罗斯电子干扰影响，北约发出迄今以来最严重的警告，即如果俄罗斯的干扰导致民航坠机事故，将引发北约的军事回应。据悉，俄罗斯正在欧洲东翼对 GPS 进行干扰，其精度和覆盖范围不断提升，目标不仅包括军事系统，还包括民航和海上交通。俄罗斯的 GPS 干扰现已成为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北部、芬兰南部和德国部分地区的常见现象。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做，是想截断北约对乌克兰的情报供应。如丹麦就在近期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卫星通讯等。而北约方面尽管采取了安全措施，但航班仍被迫改道或取消，海上航行也日益受到威胁。如芬兰航空已出于安全考虑，取消所有飞往爱沙尼亚的航班超过1个月。一些国家政府警告称，重大事故只是时间问题。届时，俄乌战争将彻底升级为北约和俄罗斯的战斗。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批准了关于设立对俄特别法庭的议案。根据协议，该法庭将和欧洲委员会合作，可以审判包括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战争发起者。实际上，成立特别法庭早在6月就被披露，当时泽连斯基和欧洲方面达成了协定，现在则是乌克兰议会予以了法律和程序上的确认。对此，莫斯科方面尚未做进一步回应。之前俄方曾对此表达了警告，并威胁基辅和欧洲，这将会导致战争的扩大。但如今俄乌战争的升级似乎已经无法避免，欧洲已经意识到他们和乌克兰处于一个整体，所以特别法庭也就顺利得到了确认和建立。与此同时，据 Nextday 新闻披露，至2025年，乌克兰的学校将完全放弃俄语教学。在开战前，乌克兰差不多有50万名学生在学习俄语，如今选择放弃，可见俄乌战争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人对俄语乃至整个俄罗斯的认知。据民调数据显示，在2022年之前，40%的受访者还是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他们大多只对莫斯科的领导层持负面评价。但在战争开始后，这个数据发生了根本转变。如今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持正面评价的只有3%，这里应该还包含了俄罗斯族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继续，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其实不止乌克兰，就是传统上和莫斯科关系密切的国家，也渐渐开始了去俄语化的进程。如阿塞拜疆，不久前就表示在3年内完全排除俄语教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芬兰国防部长安蒂·哈卡宁在 X 日宣布一项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购买房地产的芬兰新法律，且于7月15日生效。报道称，芬兰加强国家安全努力的一部分。据悉，该法律最初于4月由芬兰议会通过，允许国防部阻止涉及被认为具有潜在安全威胁国家的国民的财产交易，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被芬兰确立为新法规适用国。此前，芬兰当局只有在国防部确定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会根据具体情况阻止俄罗斯公民购买房产。但现在新法律的通过将引入全面禁止，来简化和加大这一过程。这一最新进展增加了芬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采取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措施。如去年，芬兰关闭了与俄罗斯的边境，指责莫斯科通过将寻求庇护者推向芬兰领土来进行混合行动。最近，芬兰又以俄罗斯威胁为由退出了渥太华条约。最近的俄乌战场虽然没什么大动静，但乌克兰政坛却正在酝酿一场重大改组。据透露，泽连斯基已对新政府核心职位做出初步安排，预计最快将于下周组建。此次人事变动中，最重要的是以下3个人：首先是现任乌克兰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将升任总理，而现任总理施米加尔或将调任国防部长。至于现任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则被派往华盛顿出任驻美大使。乌克兰消息称，乌梅罗夫将利用其在美国的人脉，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考虑到这些职位都非常关键，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变动绝非一次简单的内阁人事调整，而是在战局与内政双重压力下，泽连斯基做出的关键选择。尤其是将现任防长乌梅罗夫派往美国，更是摆足了姿态。总之，这番人事调整的结果，可能直接关乎乌克兰接下来的战局，我们将拭目以待。前不久，乌克兰安全局王牌特工伊万沃罗尼奇上校在乌克兰境内遇袭身亡，引起了乌克兰安全局的高度戒备。当地时间7月12日，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亲自宣布，已成功清除杀害沃罗尼奇上校的凶手。马柳克本人亲自部署了这次行动。据称，这2名俄方间谍在完成刺杀任务后未能成功逃离乌克兰， SBU 特工迅速锁定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在抓捕过程中，双方爆发激烈交火，最终2名凶手被当场击毙。遇袭身亡的沃罗尼奇上校是乌克兰情报界的精锐人物，曾策划了多起深入俄罗斯境内的敌后作战，功勋卓著。据悉，今年6月份乌克兰发动的蛛网行动，以及去年乌军挺进库尔斯克的背后，都有沃罗尼奇上校的身影。火力军认为，这次事件堪称俄乌影子战争的缩影，充满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斯拉夫复仇传统色彩。从俄方派出间谍小组精准定点清除乌克兰的王牌特工，到乌克兰安全局长亲自挂帅，在短短数日内完成追踪与复仇，我想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抓捕行动，而是对普京的警告和威胁。而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情报对决与定点清除行动恐怕只会愈演愈烈。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截止到现在上任刚1年，后院就起火。一名23岁的俄罗斯网红玛利亚·沙拉耶娃刷爆了俄罗斯社交网络，她高调自曝乘坐俄军1276大型运输机前往因战争已关闭3年的俄罗斯空天军战略要地罗斯托夫机场，只为与她的神秘男朋友约会。这位年轻的单亲妈妈不仅晒出了在军机内的自拍，还炫耀有高级轿车在机场接她，甚至连飞行员都在殷勤地给她儿子喂薯片。她称男友为克里姆林宫的人或神秘先生，并透露对方虽不是军人，却能在吵架时威胁将她送上前线，权力之大可见一斑。尽管她始终没有点名，但一段视频中的铁证出卖了一切。在一张办公桌上，赫然摆放着现任防长别洛乌索夫的照片，旁边还有手枪和功勋奖章。俄罗斯网友瞬间炸锅，认定沙拉耶娃就是这位66岁新防长的情妇。火力军认为这种桃色新闻和庄园、游艇、体操运动员类似，显然是网友喜闻乐见的话题。但别洛乌索夫的这个事其实更加有趣一些。别洛乌索夫当初取代绍伊古，正是因为外界盛传绍伊古腐败，换他上来就是让他整顿军中腐败的。现如今他自己却被爆出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动用宝贵的战略运输机为情妇提供私人航班服务，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许多年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奇景来。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特朗普是在暗助俄罗斯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